好，我们现在到地铁站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搭地铁到罗马竞技场去，因为今天是每个月的第一周礼拜天，那都是免费开放参观的。不过今天人应该会很多，所以我们就现在就赶快先过去排队。那另外要记得是，它的地铁票你购买的话，虽然它是一张纸，可是它是可以重复加值使用的，就是最多可以加到9欧。那搭一趟的话，大概是1.5欧左右。所以你买了一次之后，记得就是可以反复去使用。好，我们现在已经走到罗马竞技场了，基本上就是地铁站出来对面就是了。不过今天因为是免费开放日，所以人非常的多，我们基本上已经沿着竞技场走了一圈，现在都还是排队的队伍，所以预计等待时间应该蛮久的。那竞技场就在这里，那旁边这里就是君士坦丁凯旋门。那基本上应该都是先排竞技场啊，因为竞技场要等候比较久，然后出来之后就可以在附近逛一逛，因为今天还有蛮多景点都是免费开放的。好，我们现在已经进来罗马竞技场了。那排了大概1个半小时多吧。那他一样要先去他的外面的入口处那边先去领票。领票进来之后过安检，安检过完之后再给他扫描那个免费票上面的 QR code， 你就可以进来。那进来之后应该是没有特地的规定啊，就是随便你逛。那主要就是应该就是1楼这边。那楼上等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地方可以上去走一走。罗马竞技场是全世界最大、最壮观的圆形角斗场。它建于西元72到80年，由弗拉维王朝的维斯帕先与提图斯皇帝主持修建。这座建筑可容纳5至7万人，是当时最顶尖的工程奇迹。在这里曾举办残酷的角斗比赛，努力与角斗士厮杀，狮子与野兽冲进场中，甚至还能注满水进行海战表演。这些表演不只是娱乐，更是皇帝展示权力与军事力量的手段。随着帝国衰落，竞技场逐渐荒废，甚至被当成食料场拆用，但它依然屹立至今，象征着古罗马的荣耀与血腥历史。走在这里，你能想象2000年前数万人同时欢呼的声音，至今仍回荡在这片空间里吗？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斗兽场的2楼，应该算2楼，就是往上走的第2层。那这边一样是外面这一圈可以让大家自由拍。那不过因为今天可能是免费日的关系，所以底下平台也不能进去，你都只能在外围围墙这边去做参观。好，我们刚刚上层绕完一圈之后，就会走到它的商店。那就在商店里面买了一些吊饰之后，那就是沿着指示往下走，就走到下层这边。那下层这边的话，就会比较接近那个地底层的部分。那虽然没办法参观，但是你从这边其实看地底层底下的路线还是蛮清楚的。
好，刚刚逛完罗马竞技场之后，我们沿着旁边的路走过来。那这边进来的话，它这边也是一整个区，那就是有最外面这边是提图斯凯旋门，然后古罗马广场、帕拉丁山都在这一区里面，好像就是让你去自由的走，就有点像是也是开放的地方，就是只要在它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话，你都可以自由走动跟拍照。好，我们刚刚在它里面的贩卖机，然后想说再买点东西吃，我们就买了这个它的鲔鱼三明治，一个是4块钱，不过还算蛮大的。还蛮好吃的，它里面的鲔鱼蛮多的。刚刚看到那边的话，就是帕拉丁山，它就是一个蛮大片一片，现在看起来就是广场。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像是刚刚先走上坡上来，有点像是走一个小山坡路段上来，然后就可以在这边拍它整个场景的样子。那接着应该就是一样，在这边沿着这一个步道走一整圈，那就可以看到各个不同的景点。帕拉丁山是罗马7座山丘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座。根据传说，双胞胎兄弟罗慕路斯与瑞摩斯就是在这里被母狼抚养长大。后来，罗慕路斯在此建立了罗马城。考古也证实，这里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有人居住。虽然如今大多数建筑已成废墟，但当你站在山上俯瞰古罗马广场与大竞技场时，依然能感受到这里曾是权力的心脏。帕拉丁山不只是神话的起点，也是帝国荣耀的见证。好，我们刚刚从上面走下来，那下面这边就是古罗马广场的范围，其实也是蛮大的，而且这边的建筑物都非常高大，所以就是你可能要找好一个角度，远远的拍，你才可以拍到这些建筑全部的样貌。走进古罗马广场，就像走进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这里最早在公元前7世纪还是一片沼泽。后来经过排水工程，成为罗马的政治、宗教与商业中心。元老院在这里开会，凯撒曾在这里演讲，凯旋游行也曾经过这里。你可以看到萨图恩神庙，它曾是国库所在；维斯塔神庙，它守护圣火；还有提图斯凯旋门与元老院议事堂的遗迹。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帝国的故事。随着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灭亡，这里荒废成牧牛场，被称为牛场。直到19世纪，考古学家重新发掘，才让我们再度看见古罗马的心脏。所以走在广场的石板路上，你脚下踩的就是曾经改变世界的历史现场。
马竞技场出来。那现在就是要直接走去万神殿汉特雷维喷泉那边，就是看来不来得及，就是希望可以尽可能在晚上的时候把它们都逛完。那刚刚有去这边的家乐福买一瓶饮料，那喝起来有点像是运动饮料，只是说蛮甜的。它可能也加了色素，所以是蓝色。它有各种颜色，有橘色、蓝色、黄色之类的。特雷维喷泉最出名的就是投币许愿的传说。据说背对喷泉，右手持有硬币，往左后肩投出。如果投1枚就能回到罗马，2枚能找到爱情，3枚则是结婚。每天游客投下的硬币超过3000欧元，最后都会捐给慈善机构，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特雷维喷泉不只是打卡的景点，而是一个融合艺术、美丽与希望的地方。You ready? Yes. Okay. First we fill in 12, then we make the scoop, big grande scoop, we put it here. Okay, we make the shape like this because you need to take the picture at the fontana. Then we put biscuit, then we put macaron. Then we cover it, then we serve it as dessert. Thank you. 好，我们刚刚在逛完特雷维喷泉之后，我们就走到旁边去买一个柠檬冰淇淋吃。那只是因为它融化太快，所以赶快就先把它吃完。然后再走到旁边的时候，有一间专门卖提拉米苏的，然后但是因为它也有卖生的包，所以我们就一起买来吃。它提拉米苏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是蛮有名的。它的口感很细致，然后里面的那个奶香味很浓。所以它整个吃起来的话，那口感是绵密的，所以基本上来这边的人一定都会买一个。那我们是买提拉米苏是买原味的，它还有其他不同的口味可以去做选择。好，我们现在已经回到饭店了。那我们下午就是在特雷维喷泉那边拍完照，然后在附近吃完点心之后，我们就直接回来。那今天晚餐原本有预定要吃的，只是说后来想说我们来吃看他们超市的东西，因为想说今天晚餐可以稍微省一点，所以我们晚餐最后就买了一个炖饭、一个意大利面跟鸡胸肉，然后还有买他们的生菜沙拉跟草莓，就当做水果。那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呢，这个就是鸡胸肉，然后旁边它还是有蔬菜搭配在一起，就是这个的话算是比较健康的减脂餐。然后另外我们还买的话就是这个海鲜炖饭，里面都是有虾子。那这个的话就是番茄肉酱意大利面。那生菜沙拉的话，我们买的是这个，我们总共买了2份啊，一份是原本这个圆形的，那后面还额外买一个袋装了，就是2.9欧，再加上1欧，然后加在放在一起的话，这碗就是这么大盆。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还要买一盒草莓，因为它草莓看起来很漂亮，所以我们最后想说还是也想吃点水果，所以我们就买了一盒草莓。
好，那等一下应该就是吃一吃之后就洗个澡，东西整理完，我们应该就要睡觉，然后明天一样要早起，因为我们早上就还要搭火车到佛罗伦斯。那今天的行程大概就是这样子，剩下的我们就明天佛罗伦斯见喽。